男人别学话术，要学咱就学骗术，而真正高级的骗术就是先骗自己。电影《胜券在我》里有一句话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先模仿成功者的行为，然后再内化成功者的特质，直到你自己成功。而那些渣女她就是靠这一招能够驯化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最近认识了一个小美，你明显的感觉得出来这个小美呢，她是对你有点意思的，但是她就是能够很轻易的说出来我们不合适。难道她不怕你真的离开吗？是的，她不怕啊，因为她知道你不会，她玩透了你的人性。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以假乱真，那就是你越是表现的离不开一个人，那他就越敢去掠你，而你表现的越是无所谓，越不怕失去，那他就反而越上头。就像前段时间来找我的这位兄弟啊，88年的，他自己搞了一个车行，属于是比较小众的那种啊，那里面呢没有低于那种7位数的车，然后有个20多岁的小姑娘，经常来这个兄弟这里租车，一来二去呢，两个人肯定就熟悉了嘛。那有一次呢，这个女生从国外回来之后，就专门给这个兄弟送了一些国外的这种小饰品啊。那兄弟呢就觉得这女生啊真不错啊，再加上这个女生家庭条件是非常不错的，两人属于门当户对啊，而且这女生肯定长得漂亮，对不对？所以啊，这兄弟啊就对人家有了想法。只不过呢，因为这个兄弟的恋商啊确实比较低，除了砸钱呢就是软磨硬泡，久而久之，这个女生就对兄弟越来越冷淡了。甚至有一次呢，这个兄弟听到了女生在跟一个男的打电话，笑的那叫一个开心啊！兄弟当时难受的一整宿都没合眼，第二天他就跑来找到了我啊。那这里呢，我也就看了一下这个兄弟最近的一次聊天记录，来你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重点3个字，在干嘛？那你们肯定也是跟女生发过这3个字的吧？大数据比你更了解自己，但凡是个有点颜值的女生，她每天都会收到至少10条在干嘛。你跟其他男人不拉开差距，那你在女生眼里就是普男，就是弱男。你反驳了这个女人的慕强基因了，那她肯定不想搭理你啊。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开启聊天，才能让女生去屏蔽其他男人呢？很简单，跳出确定性框架啊，咱们不用知道他在干嘛啊，不重要，只要你吸引力建设足够了，他就算手机泡水了，他也会马上买台新的去插卡，然后再开机，然后再立马回复你，然后去找你聊。那在我接手这个兄弟的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当时就让他跟这个女生发了这么一句话啊，就说帮个忙呗啊，这个就是以假乱真的第一步了。没事儿装有事儿，我们用帮忙去做话题，除非他有特别紧急的事要去忙，否则呀，他一定会回复。这个就是只稍微跟你聊的 OK 的女生，她内心都一定会有的一个圣母心。那女生当时立马就问了，就说咋了啊？我们当时就刻意的等了一会儿，等女生再追问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说的。你能给我发条语音叫声宝宝吗？挺急的，一定要强调发条语音啊，因为打字嘛，谁不会呢？上一秒发完，下一秒就忘了。那女生这里她当时就懵了，就回了3个问号。那我们呢，肯定还是要稳扎稳打，保持节奏。于是呢，我们就当时就说了啊，家里逼着我相亲，可惜我现在已经有目标了，所以你帮我个忙呗，我好给家里个交代。那我们这里啊，划分3层，第一层，家里逼着相亲，也就是说我们在展示市场。表明兄弟不是非他不可。那第2层就是我们有目标了，那这个其实就是放的烟雾弹。女生她会想什么？她的目标是谁？该不会是我吧？不然为什么要让我去帮忙呢？她想的越多，那对话是不是就越暧昧？还有就是最后一层啊，就是其实我们是在告诉女生，这玩意儿我是拿去应付家里的，我是不会宣传出去的。那实在不行呢，我们就再补一句嘛，我会把头像码掉的。那女生还有理由去拒绝你吗？那当然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女生这里肯定是会犹豫的。那过了10几分钟之后呢，就回复了啊，就说用完以后记得要删记录啊。那然后呢，他就发来了语音了啊，里面呢是一声甜甜的宝宝，我想你了啊。兄弟当时嘴角都已经咧到后脑勺了，就想着趁机去多暧昧一下，但我阻止了他啊，一顿饱和顿顿饱，手轻手重啊。所以我当时就让他回了女生一句说不用了，刚有人发我了，但还是谢谢啊。 OK， 这个呢就是以假乱真的第2步，叫做专一装花型。你想，女生经过这么久的思想斗争才发来这句话，对吧？结果这句语音直接刚一来，结果我们就说不用了，她能甘心吗？她只会觉得是自己自作多情了，然后她就会修路啊。但是她拿我们有办法吗？毕竟机会我们已经给了，但是你自己犹犹豫豫不珍惜，怨得了谁呢？所以你看女生当时是怎么回复的啊？就直接说你有病吧啊，有这种事不要找我。但是重点来了啊，女生呢她并没有去撤回这条语音，这个是什么态度啊？大家可以猜一下，
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种下的一种心锚。你们要知道啊，女人可是情绪动物，就算是假的，那她也会慢慢去思考，她对你到底有没有感觉啊？只要思考了，好感度就会增加。因为女人对于完全无感的人，连思考都懒得思考。那后面呢，这个兄弟又跟我提升了一段时间，我判断他可以出声了之后呢，那我就挑了一段比较契合以假乱真第3步骤的这个聊天内容，我们一起来观摩一下。这天的情况呢，是兄弟约女生出来吃饭，过程还算不错的，两人聊的呢也还算开心。那后来啊，两人还去微醺了一下，但是就是在送女生回家的路上，这个兄弟去牵了这个女生的手，结果女生很快就甩开了，然后也没有等兄弟啊，自顾自的就走在了前面。像这种情况换作是普男来啊，估计又是赔礼道歉了啊。但是你们看看兄弟当时是怎么做的，他回家后直接把女生给删了啊，没错，这个呢就是以假乱真的第3步，叫做没理装有理，心虚装硬气。等到第2天，女生就发现了呀，怎么被关小黑屋了呢？自己那小脾气肯定直接就上来了呀，于是又去加上这个兄弟，然后当时这个女生就说什么，删我干嘛？我惹你了？其实我也能理解很多兄弟不相信这个女生会自己倒贴加回来，那是你们不懂女人对于强者的病态占有欲。女生哭也好，生气也好，你们要相信女生永远对抗不了内在的慕强的本性。那这一次呢，我就让兄弟直接怼回去了。好，我们这么说的，遇到了个土匪，饭吃了酒喝了，让他结账的时候他跑了，我关门闭店谢客，有问题吗？毕竟这事儿啊，双方都是有问题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比的就是谁的声音大，比的就是谁底气足。那过了几分钟后呢，这个女生就回复了，她说：“你那天莫名其妙的要牵我，我反抗不是很正常吗？”这兄弟当时又回复了啊，说什么：“我又不是 gay， 我跟女生约完会，我想牵她不也很正常吗 ？”OK， 女生当时就傻眼了，就会觉得，这人怎么这样？于是就直接回复说：“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人吗？”那我们兄弟呢是压根不带怕的，直接一句大招甩过去啊，就说我只是在你写满傲慢的词典里面随便抄了几句，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不讲理了呢？我知道啊，大部分的兄弟是不敢这么做的，是不是？你们觉得男人天生就应该让着女人，但是只要不涉及到原则性问题，其实你们没有那么必要去卑微求和。有时候让女人觉得你也不讲道理，也并非是一件坏事儿。毕竟听多了阿谀奉承的话，正面的指责呀就会听得格外的清晰啊。那女生这一次呢是过了很久才回复我们的啊，就说行，我的问题啊，别联系了呗。OK， 那先别着急幸灾乐祸，你们不会觉得这个兄弟就玩脱了吧？怎么可能呢？还记得我最开始说的吗？女生天生就是装糊涂的高手，很多女生特别是美女都是知道只要敢说狠话，那男的就会秒怂，就会道歉，就会妥协甚至还会给补偿。所以兄弟们，你们别看女生这会儿装的有多狠啊，她其实就是在赌你不敢离开。那我们该怎么破局以假乱真的第4步就是有情装无情。那兄弟呢就直接回复了就说你去找之前那个给你打电话的暖男吧，他老实听话还白搭，挺适合你的。兄弟们，掌声在哪里啊？当时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挺惊喜的，因为这个兄弟不仅推开了女生，还指名道姓的把她推到了情敌的怀里。这个就是一种什么气势姻缘天成命中败，美人毁而我不毁。我只需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让自己不后悔就行了。至于你的态度不重要至于那个小伙子，我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过，他只配捡我剩下的这个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霸气。那你们猜一猜结局是什么？女生当时就先问了一句说你确定然后就看着这个兄弟半天都没搭理他直接就哭着打来电话甚至是约这个兄弟当面聊。那当面说没说清楚我是真不知道，但是这个第2天兄弟就跟我反馈说，这个女生当天晚上跟他反正就是有一点接触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兄弟经不经得住这个小姑娘折腾所以你们学会了没有？这个就是以假乱真的作用。只要你能懂人性，你有框架，你敢拉扯，那即便你的女生对你不感兴趣，其实你也是能够强势征服的。还是那句话，弱男呢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呀、技巧这些。我是焦哥，我只教强男识人性。下期见。